去年11月底，澳洲通过了一项全球最严格的法案，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要是社群媒体不配合，最重还可以罚10.6亿台币。而且听说这项史上最严格的法案，其实跟一本爆红的畅销书有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到底是什么书让这些大人们这么的恐慌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路透社报道，某一天呢，南澳大利亚州长从妻子那边收到了一本名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的书。他的妻子告诉他，你必须读这本书，而且必须采取行动。而州长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也的确马上就行动了。他先是在自己的州推动社群媒体的年龄限制，同时也积极的争取其他州长以及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的支持，在全国推动社群媒体最低年龄门槛法案，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而这个法案呢，提交到联邦议会只花了短短6天，众议院就以101票赞成、13票反对的悬殊比例3读通过了这个法案。同时，民调也显示有77% 澳洲人支持这项年龄限制政策，甚至有87% 的人都同意要严惩不遵守规定的社群媒体。所以法律规定，如果社群媒体没有限制青少年的注册，最重呢还可以罚10.6亿台币。那到底这一本失控的焦虑世代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这些大人会这么的紧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在为品牌经营社群吗？真是辛苦你了。内部报告使用没有数据、没有框架，讲起来总是卡卡的吗？想找代理商合作，却连设定目标或者是预算该抓多少都没有头绪吗？简云设计针对不同的阶段需求，提供了2大社群行销方案，分为策略规划与执行落地。可以先厘清发展的方向，再决定后续的执行。第一步呢，可以先从社群成长指南开始，我们会协助品牌厘清社群的现况，锁定受众，设定目标，并且规划具体的内容策略，还有社群框架，让你有清楚的执行计划，内部的决策更顺畅。那如果方向确定了，再来评估社群维运执行是否要交给我们执行。在社群维运执行的方案当中呢，我们会负责制作内容与投递广告，并且定期的追踪成效，稳定的达成目标。如果你希望社群经营更有方向，合作更有弹性，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到我们的官网洽询，让我们提供你最适合的社群经营方案吧。这本《失控的焦虑世代》呢，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特写的。他认为智慧型手机普及以及社群媒体兴起之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每况愈下。他提出的佐证是呢，根据统计，美国青少年罹患重度忧郁跟自杀的比例从2010年起就不断的攀升。女孩罹患重度忧郁的比例上升了145%，自杀率也提升了167%，而男孩呢，分别是161%还有91%。而且不止美国、英国、加拿大、北欧、澳洲等等的国家，也大约呢都从2010年开始出现类似的上升曲线。作者认为呢，青少年的脑部还有心理都还在发展阶段，越早开始使用智慧型手机，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越大。而2010年的青少年就是第一个从小有手机陪伴的族群，这让他们的童年生活跟过去的小孩不太一样。在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呢，儿童通常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同伴在一起玩，他们会一起唱歌跳舞，或玩像是躲猫猫啦、鬼抓人这类的团体游戏，也有更刺激的摔跤、爬树或拿树枝玩斗剑等等。而且他们身边呢，通常没有大人看管，所以也比较容易受伤。作者认为包含了受伤在内，这些游戏时刻都是不可或缺的学习机会。因为玩游戏呢是面对面而且同步的，为了让游戏顺利的进行，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节奏，跟别人配合。团体游戏时呢，为了公平，大家也要一起制定游戏规则，让每个人都能够轮流的上场。那因为没有大人在场，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只要学着自己解决，如果惹别人生气，也必须要学着沟通道歉，就算受伤也可以让他们学习到下次能够保护自己的技巧。除此之外呢，面对面的玩耍，因为看得到对方的肢体动作跟表情，也能够学到不少的社交细节，像是分辨对方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暗示，还是有其他的意思。作者认为儿童的玩耍行为表面上面看起来没有目的性，但其实都是在帮助他们得到归属感，增加群体的凝聚力。可是随着智慧型的手机普及社交媒体的兴起，孩子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也逐渐的失去真实的社交体验。
作者认为呢，社群媒体兴起按赞啊、自拍以及不断进化的演算法，都吸引小朋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根据调查，2003年15到24岁的青少年每天大约会花2.5小时跟朋友相处，但到了 COVID-19 疫情之后，每天大约只剩下1小时。作者强调，很多人以为社交媒体呢只是把友谊从现实转到线上而已，并不会影响到社交的能力。但作者认为手机上面的社交缺少了面对面还有同步性，常常会让人没有办法得到明确的社交讯号。举例来说呢，如果在线上跟朋友聊天到一半对方呢忽然没有回应，青少年就比较难知道对方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有事离开。而且社群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有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会被不认识的众人给延上。作者说呢，这些结果不但没有办法让孩子累积健康的社交经验，还可能会增加社交的焦虑感。除此之外呢，作者还认为，即使是面对面的互动，只要孩子身上带着手机，都可能影响社交。因为根据统计，青少年的手机呢，平均每天会收到192则来自于各种 App 的通知。那一旦收到通知，可能就会打断当下的互动，同时对方也可能会感觉被忽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手机重要。那除了影响社交之外呢，作者认为社群媒体还可能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以及让他们不喜欢自己。首先是价值观扭曲，有专家表示呢，人类天生就会从众跟模仿，孩子会借由观察群体的行为，学着怎么样做才符合社会期待，同时他们也会寻找有声望的人，把他当作是学习的榜样。作者认为呢，小朋友在实体的世界当中寻找模仿的典范，虽然比较花时间，但比较不会出错，因为多数人做的事情通常符合社会期待，有声望的人呢，往往也的确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但是呢，在社群媒体上面，青少年呢只要花1个小时就能够浏览上千则的贴文，而且演算法下的贴文呢可能是偏食的内容。作者担心青少年可能会以为按赞数跟评论越多的内容就代表着社会认同，然后就不自觉的跟着模仿类似的行为。但得到很多赞的贴文不一定贴近社会大部分人的价值观。那除此之外呢，作者也担心沉迷社群可能会让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变得低落。作者认为呢，青春期的孩子通常很在意外貌，就算他们知道 IG 上面的各种美照都是修图的结果，还是很难不拿它来跟自己比较。有数据显示青少年对于自己的满意度从2010年开始就一路的往下掉。作者在书中提到，网络上面充满了各种像是暴力啦、色情等等危险，大人们往往不重视，反倒是过度担心实体世界的危险。他认为在实体世界当中过度的保护孩子，同样也是在阻碍小孩的成长。书中提到呢，大约从1990年起呢，家长们渐渐不放心让孩子待在外面玩，这主要呢有3大原因。第一是都市化的发展，不只是路上的车子变多，道路设计呢也往往是以汽车为主，马路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全。同时都市化呢也让社会的凝聚力下降，很多人可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不像以前会有左邻右舍帮忙照应在外面玩的孩子。再来呢是社会事件造成的不安，因为媒体开始大量的播送有孩童被害、受到不当对待等等的新闻事件，所以家长也开始有陌生人很危险的观念。于是原本让孩子自己走路上下学的家长，可能就会改成开车接送，而且呢也不太放心让小孩离开自己的视线。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家长们普遍认为，孩子至少要到10岁才能够在自家的前院玩，要到12岁才能够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己待在家里1个小时。最后呢是法律强化了这种保护小孩的风气，立法惩罚没有看管孩子的家长。要是有孩子在外落单邻居可能会报警，然后警察呢跟社福人员就会上门关切，家长甚至可能会吃上牢饭。作者认为呢，这些原因都让小朋友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在外面自由的探索，而这呢也使得他们在发展自主能力上面受到了不少的局限，变得更难学会照顾自己、因应风险以及面对挫折。同时呢，在成年之后也容易变得脆弱跟畏缩。那面对这些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他的解方。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作者分别对于科技公司、政府、学校还有父母都提出了他的建议。首先是科技公司，他认为社群媒体平台呢必须确实的防止青少年注册社群账号，同时也要自我规范，不能够再利用各种的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而且如果手机的拥有者未满16岁，平台也必须制定各种的保护措施，像是限制陌生人透过私讯联系青少年，或是投放不恰当的广告内容。至于政府呢，也必须要监督社群媒体，确保相关的平台遵守法律的规则。同时为了鼓励孩子到外面玩，政府也要努力的强化环境安全，并试着放宽对于父母的看管限制，让他们能够适时的放任孩子自由活动。对于学校呢，作者建议小学到高中的校园都应该实施无手机政策，让孩子可以专心的跟同学互动学习，不要再因为手机而分心。
而且他也建议学校呢可以把休息的时间拉长，让孩子有更多跟同学一起玩的机会。最后，作者也建议父母可以试着给孩子更多的信任，适度的放手，鼓励他们一起结伴上学或到外面去玩。那当孩子在家时呢，父母也要放下自己的手机，增加彼此的互动还有连接。一般在讨论手机还有社群有什么影响时，我们多半会想到手机成瘾、专注力下降以及社群造成的比较问题。所以看到作者主张要孩子到外面去玩的观点，我们觉得蛮特别的。不过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们总觉得有些地方感觉怪怪的。举例来说，限制青少年使用手机，禁止青少年注册社群账号，真的就能够让他们通通到外面去玩耍吗？有些青少年可能会改成看电视啊、打电动等等的。而且现代手机已经同时具备了知识啊、娱乐、付款以及社交的多项功能，成为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硬要反其道而行禁止青少年使用，似乎会有点脱离现实。还有，作者提倡的应该让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外面玩，我觉得这可能也不见得适合所有的国家。就拿台湾来说，在这几年呢，行人路权的观念才开始比较多人重视。那如果连走路都安全，要家长放心的让儿童呢自己出去玩，跟同学结伴上学，实在会有一点难以想象。那我们认同无限制的沉迷手机确实有可能造成像是成瘾啊、专注力下降等等的不良影响，但问题可能出在如何使用手机，而不是不要使用手机。我们觉得，如果可以跟孩子约定使用手机的时间，并且筛选适合的内容，手机可能还是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本书还有不少内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提到，包含了像是在2021年，脸书就曾经有吹哨者对外揭露内部的文件，让大家呢看到他们如何利用奖励啊、新鲜感，还有情感等等的各种心理工具，尽可能的吸引青少年停留在平台上面。那如果你也想要多多了解这方面内容，都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应该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去注册社群账号吗？A 认同花很多时间在滑 IG 啦、脸书的确很不好。B 不认同，社群媒体呢也不只有坏处，可能也可以交到朋友或学到东西。C 不知道，可能要看澳洲执行后的结果。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失控的焦虑世代。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澳洲相貌宣战以及抖音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